我喜欢的女孩忘记戴眼镜了，原作是咋完结的啊？问得好，这个其实才刚刚完结没多久。该一作其实是由女性漫画家藤静小梅老师于2018年的时候在推特上所发的一个个人向推特小短篇漫画，后来在年末的时候被史克威尔艾尼克斯看上，于同年11月开始在史社旗下的月刊干干 Joker 上进行连载。该一作于2024年4月正式完结，连载的时候只发行了67话的正篇内容，但发行的12卷单行本中收录了大量推特上发表的漫画短篇故事，所以按照单行本的话数来算，实际共出了110话的故事内容。我们2023年看到的13集 TV 动画版实际翻拍了漫画的单行本前6卷，大致前68话的内容，对应关系如视频所示。其实紧接在动画的剧情之后，按照日本漫画的一贯套路，这个漫画的男女主其实还经历了约会、逛水族馆、一起逛夏日季、一起准备体育季和男主生病后女主来照顾的剧情。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啊，反正中间的剧情很甜，并且女主中间有过好几次故意不戴眼镜啊，就是为了跟男主有更亲近的互动。但就算两人到这一步了，男主始终不敢告白，怕被拒绝，所以两人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亲密但没有交往的状态。直到第10卷的时候，女主请男主到自己家里玩了一趟，男主至此之后非常确信自己已经很喜欢女主了。于是在某一天，男主在某一个无人的巷子中鼓足勇气告诉女主：你准备好了吗？女主一看这个架势，当时就感动的拒绝了男主。对，女主害怕男主告白了以后就没有回头路了。而女主这么害怕的原因是因为女主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啊，那确实一般人也不会把眼睛当消耗品啊。但是男主被拒绝以后，女主还是想邀请男主去参加自己的生日派对。而男主的妈妈很细心，一下子就发现了自己儿子被甩了，所以在男主妈妈的鼓励之下，男主重新振作起来。在学校里，男主先安抚住了想要逃避的女主后，再一次跟女主告了白。这一次女主十分感动的同意了跟男主交往，毕竟感情其实是双向奔赴的，两人其实都下了很大的决心。但为啥他俩之前那么扭捏呢？因为他俩还只是初中生，他们根本就不清楚未来能持续多久才扭捏的。但是故事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故事后面就没啥可讲的呢？不，后面才是重点。后来庆生和过年期间，女主都把男主喊到了自己家里来玩过夜的那种。本来女主一直隐瞒自己爸爸女主她跟男主交往的事情，女主一家也是把男女主当挚友的关系看待的，所以女主的爸爸让男主在自己家过夜都没有当回事，还让男主跟自己睡在了一个房间里。然后大半夜睡得好好的，女主睡迷糊了，冲到了男主的被窝里，精准的抱在了一起。好在女主睡得很沉，所以男主抱着女主的时候，女主也没有什么反应。于是男主把女主抱出了被窝后，就被女主的爸爸看到了全过程。就算到这一步了，女主的爸爸还是认为男女主是纯洁的朋友关系，并且过年期间女主全家去看日出的时候，女主的爸爸还特地单独带上了男主。但是在旅行途中，趁着女主和女主妈妈睡着的时候，女主的爸爸表现出了那种没有嫌弃男主，还很大方的说谢谢男主肯陪女主玩的时候，男主被感动到了。于是男主和女主一起看日出的时候，男主说服了女主，男女主就这样跟女主的爸妈坦白了交往的事情。女主爸爸毕竟是一个开朗的人，打这之后，女主爸爸就询问男主，请说出我女儿100个可爱之处，并且性格逐渐开始咄咄逼人。打这之后，男主算是落下了心理疾病了，只要女主跟男主有很亲密的举动，男主脑海中就会浮现出女主爸爸的身影，强行让男主冷静下来。毕竟男女主还是初中生嘛，但作为情侣亲嘴的事儿，男女主可是没少干的。不过男女主双方家长还是见过面的，并且很开明的支持男女主的恋情。而在故事的最后，男女主交往期间把作为情侣想要干的事情都干了一遍，最后女主考上了女子高中，而男主考上了另一所自己喜欢的高中。对，这两个人最后并不在同一个学校，但女主说未来一定会每年都去男主家蹭西瓜吃，而男主也向女主的爸爸发过誓，未来一定会给女主幸福。而故事伴随着毕业典礼之后，男女主约定未来一定会一直在一起的。就这样，在男女的约定誓言声中，全篇故事正式的落下了帷幕。综上，这是我喜欢的女孩忘记戴眼镜了原作大致完结的故事剧情。各位觉得这个故事如何呢？你还有啥想看的动漫原作是咋完结的呢？都别忘了在评论区留言与我们分享。点赞过万，3天更新，望各位多多点赞，多多支持。